魏衍才驱马上前迎去，放声道：二弟，巧了，我刚行猎归来，竟和你在此相遇。魏少脸上露出笑容，今日获猎如何？二弟自己看。魏衍转头指着身后随从那些挂在马匹身侧晃晃荡荡着的猎物。魏少看了一眼，赞道：果然收获颇丰。魏衍笑道：二弟若得空再来我家，咱们兄弟上次喝酒喝得尽兴，这回拿野味下酒，想必更助酒兴。正合我意。一边说着话，两道目光已经掠往魏衍身后的乔辞，见魏少两道目光扫向自己，脸上虽还带着与魏衍说话时的笑容，投来的目光却觉不出有半分笑意。乔辞一凛，不敢怠慢，急忙翻身下马，站在了地上。魏衍顺着魏少目光扭头，随即笑道：他就是弟妹之弟，兖州乔家公子。二弟，你的小舅子。昨两日你家我出城，我便奉外祖母之言，带着乔公子略尽地主之谊，刚从虞山行猎归来，恰好这里和你相遇。魏衍说话时，乔辞见魏少目光一直看着自己，有些冷淡，再次想起昨天阿姐对自己叮嘱过的那番话，说姐夫老成持重，性格孤僻，现在一见果然没错。乔辞顿时没了和魏衍相处时的自在，变得拘谨起来，迟疑了下，往前走了2步，冲魏少见了个礼，叫他一声姐夫，接着便没话了，直挺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刚才看乔辞和魏衍远远并排骑马而来，看样子十分亲密，和他说说笑笑的，等见了自己竟立刻换了个人似的，变得生疏。他也没下马，只朝乔辞微微点了点头，问：何时来的？昨日正午。乔辞应声，心想：阿姐说的确实没错，这个姐夫确实高高在上，倨傲不近人情，和魏表哥完全不同。幸好得过阿姐事先叮嘱，否则我不知道的话，此刻恐怕已经惹人嫌了。阿姐每日要和这样一个男子过日子，想必很不容易。乔辞毕竟年纪还小，脸上装不住心里的想法，瞅着魏少，表情显得愈发疏和。姐夫小舅子两人没话了。魏少顿了一顿，转脸对魏衍道：天不早了，这就一道回吧。晚上我设宴替他接个风，兄长已到来。魏衍笑着应：夫君回了，稍等，我便服侍夫君更衣。我傍晚才回来的，设了家宴，替你阿弟接风了。我回来就知道了。低头下来，唇碰了碰小乔如月光般皎洁的额头，慢慢的下移。小乔闭着唇，魏少试探了片刻，唇和小乔微微拉开了些距离。你不高兴？高兴，多谢夫君款待我阿弟。小乔微微笑道。魏少端详小乔，小乔便一直那样含笑看着他，身子一轻，他再次被魏少凌空抱了起来。方才可快活？云雨普定，小乔身上懒洋洋的，不大想动弹，就闭着眼睛没有搭理魏少。魏少便笑了，露出一些微得意的神色，搂他在怀里。片刻后说道：你的阿弟似乎对我有成见。小乔一怔，观察了一下魏少的神色。可是我阿弟礼数不周，冒犯了夫君。魏少顿了一顿，未曾。小乔略松了口气。既未冒犯，夫君何以说他成见于你？魏少不语。小乔不大弄得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想了下解释道：我阿弟怎会对夫君有成见？是他素日在家玩猎，又懵懵懂懂，我怕他到这里举止失当，惹人笑话，起头特意叮嘱他，需处处恪守礼节，更不能像在家那样口无遮拦，妄言妄语，时刻要有大人模样。他听了我的叮嘱，在你面前想必拘束了几分，这才惹你误会吧。
魏少听了，看他一眼，只笑了笑，仿佛放过去了这话题，抬手改而卷弄小乔的长发绕自己的手指，玩弄了片刻，忽然向右想了起来。那个高渤海可走了？小乔一侧脸颊贴于他的胸膛，闭着眼睛呜了声。上月走的，当时来过府里辞拜，祖母还见了他。魏少鼻里哼了一声。您可答应了让他做你的向导，日后去汉中看磨牙书课。小乔不禁感到有点好笑，睁开眼睛。那日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汉中云门的那块磨牙书法，成于前朝，确实不凡。可惜如今汉中还在岳正公手中，你若真想欣赏，等日后我拿下了汉中，我把整块磨牙凿下来搬回家，让你看个够。小乔吃得笑出了声，伸手狠狠拧了他胳膊一把。才不要你做这种焚琴煮鹤、大煞风景的事，我要看啊，日后自己会去看的。魏少稍稍挑眉。你以为我就只是一个只知打打杀杀的武夫？我5岁进学，7岁学画，当时与表兄同拜曾做过20年太学博士的孟公为师。北孟善画，南张公书，孟张又岂是高横之流所能比肩？你当也听过北孟之名吧？小乔忍住笑，一本正经的道：是我失敬了，原来你深藏不露啊！早知这样，王母殿的壁画该劳烦君侯亲自绘就，说不定能够流芳后世，成就一段画名呢。你以为我在骗你？我学了3两年，无大兴趣，中途停了。表兄倒比我学得久，能绘一手极妙的人物，只是如今少有人知罢了。我书房里似还存了几幅我当年习作，你若不信，我拿来给你看。小乔不住地推他。好啊，你去拿来，让我瞧瞧君侯当年丹青妙手的风采。他笑语盈盈，口里催促个不停。魏少第一次看到他在自己面前流露出这样的自然活泼之态，魏少哪里还应得住机，立刻从床上翻身跳下了地，一边穿衣一边道：等着我去拿来给你瞧。非我自夸，孟公当年赞我有灵气，就是我自己不耐烦学，这才中途辍停了的。如今我虽不执画笔，但书画好坏还是能分辨得出来。不是说你取来给我瞧吗？怎又要我自己？魏少慢慢回过头，小乔微微一怔，脸上的笑容凝固住了。他看到魏少面容冷漠，投来的2道目光看不出半分的温情之色，脸上笑容便也隐去，但还是迈进了书房门槛，朝魏少走了几步过去，试探道：方才夫君唤我来。魏少望了他片刻，冷冷道：你动过我这个匣子？小乔看了眼替哥，实在是我的错，就那日你差人回来取简牍，我过来时无意看到，一时好奇就拿了一下。他实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惭，脸微微的胀热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并未打开过盒子。恐怕是你打不开吧。魏少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。小乔一怔，抬眼看他，见魏少目光冰冷，隐隐的似乎还有一丝厌恶之色在里头。小乔吃了一惊，立刻道：我承认我当时是动了这个匣子，但很快就放了回去。我绝对没有动过这个9宫格锁，更不曾想要破锁。魏少冷冷的道：我这书房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随意进出？我记得你来我家第1日，我便对你说过，叫你不要碰这东西的，你为何还动？看来我是待你太宽了。小乔脸色变得微微苍白，说道：是我不好，不该无视你的告诫动了匣子，我知错了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当时我拿了一下，很快便放了回去。
至于锁被谁划成这样，我不知晓。魏少盯着他，眉头紧皱，忽然从他身旁走了过去，推开了门，头也没回地出了书房。小乔的心跳得有点快，背后沁出了一层薄薄的冷汗。朱氏一下子就坐了起来。真的？江敖点头。就是照之前郑叔吩咐的那样，必叫人趁着今日这难得的机会，在上面动了点手脚。只要南君看到，必定会质问。到时看那乔女如何推脱。朱氏呼出一口气。我记得二郎保管这红木匣很多年，很是看重。平日西屋里的下人洒扫除尘，也不让轻易挪，连我也不知道里头装了什么。我记着前几年有回我去他屋里看见了，顺口问了一声，他也不告诉我，跟什么稀世宝贝似的。江敖道：还有什么？想必就是从前苏女给南君的信物呗。这说起来，南君也真是长情，这么多年了，还保管得好好的。一听到苏女两个字，朱氏便皱眉。当真是他的东西？江敖道：否则还会是何物啊？能让南君多年细心收藏？朱氏脸上露出厌恶之色，出神了片刻，问道：你事情做得可稳妥？东屋那边院里的粗使下人里头，有个姓孙的，平日暗中得我不少好处，说那匣子如今搁在了南君书房里。这从前啊，南君书房除了洒扫之人不许擅入，最近乔女却频繁自行进出。今日东屋里人空，我便让孙敖趁人不备悄悄进书房，故意在那匣子的锁上留下动过手脚的痕迹。南君一旦发现，必定迁怒乔女，乔女就算不认，南君也不会相信。南君堂堂诸侯，这10年非但不娶，身边连个姬妾也无，这不是念着苏女是为了何？如今虽娶了乔女，就算暂时被她美色所惑，心中必定也没拿她和苏女相提并论。这乔女又企图破锁偷窥，以南君脾性，岂会轻饶了她？叫那个乔女在老夫人面前诋毁夫人。朱氏迟疑的道：万一二郎被那乔女所迷，听信了她的辩解，该当如何呀？江敖道：夫人放心，据那孙敖所言，数日前他曾与门外窥到乔女搬过那只匣子，随后放了回去。乔女嫁来魏家半年多了，可见想必知道了苏女从前与南君的情分，也猜到了匣子里是何物，这才内心不安，偷窥南君私物，则企图开锁也是顺理成章，有何说不通的？朱氏点了点头，眉开眼笑。啊，天助我也！原来那乔女自己先动过的，那就怨不得我们了。那个孙敖可万无一失。江敖道：孙敖从前曾窃东屋财物，如今把柄还在我手上。此事问起来，他自会出面指证乔女曾独自进了书房，动过那个匣子。有人证，南君的心头病又被触动，焉能不信？朱氏道：甚好，辛苦你了。楚玉走了以后，我边上也就只剩下你这么一个知心人肯为我打算了。前次为了我的事，还叫你吃了大苦头，躺了许久，腿脚才能立。江敖十分感激，诚惶诚恐。比从前蒙难之时，若非得过夫人恩情将我收留于身边，如今早成了一孤坟野鬼，何来存活于世？只要夫人顺心，必甘愿以死相报。朱氏听了颇是感动，命他不必再替自己捶腰，早些下去歇息了。这时侍女来报，
君侯来了。江傲立刻面露惶惶之色。朱氏知道江傲吃了前次的苦头，如今心有余悸，远远看到自己儿子就避，也怕江傲此刻在跟前再触怒儿子，忙让他下去。江傲匆忙爬了起来，才到门口，抬头就见魏少身影大步而来，坨坨步伐声里，一个错眼间，魏少人已经到了门外，躲也躲不开了。江傲慌忙接连后退了几步，朝魏少躬了躬身，随后急忙要走，却听到君侯喝了一声：“你留下！”江傲打了个哆嗦，不得已停了下来，慢慢地挨着墙边站了过去。我儿忽然来此，可是有事？天也不早，我正想歇下去了。儿子过来，是有件事想要问一问母亲。何事？我书房里有一匣子，下人都知不得擅动。今日发现锁上留有划痕，可见有人试图开锁。我想问母亲，可知道此事？朱氏装出亚色，怒道：“何人敢如此大胆？若叫我知道，定不轻饶。”他顿了一下：“你可去问那乔女，你那屋里下人定是不敢动的，何况还留划痕？她是西屋主母，出如此之事，她心中应最清楚了。”魏少凝视朱氏：“母亲言下之意，是他强行破锁。”朱氏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并非我不信他，只这实在难讲。他仗着你之前给了他几分颜色，难免心生骄纵，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，更是企图刺探你的私密之事。世上女子浅薄，大多如此。”魏少笑了笑：“母亲有所不知，那只匣子原本装了些我的旧物，后来我将里头东西移出，便空了出来。前些时候，他见匣子的9宫格所有去，管我讨要。母亲也知我颇宠他，他要我自然送他，顺道也告知了他解锁之法。他玩了几天，没了起头新鲜，随手往匣里放了些金银首饰，便留于我书房了。今日我发现锁被人强行撬过。”魏少面上笑容渐渐消失，声音也变冷了：“我想来想去，若非有谁别有用心，便是我西屋的下人手脚不干净。便是匣内并无财物，只是空匣一只，也绝容不下下人如此犯上，胆敢窥伺主人隐秘。母亲当家多年，当知道出这种事的应对之法吧。儿子过来，便是想请教此事处置之法。”此事我知晓了，你且先回去，我明日就处置。魏少注视着自己的母亲，眼中掠过一丝难以言明的含了些失望的复杂之色，缓缓道：“如此，儿子就把事情交给母亲了，望母亲尽快给出一个交代。若母亲无忌，我便转到钟骜面前，叫他帮一帮母亲。”钟骜的手段，何府下人无人不知，也无人不带敬畏。魏少两道刀一样的目光扫向一旁听到钟骜之名便脸色大变的江傲，从地上起来，转身走了出去。“女君可在里头？”“女君在内。”魏少不语，径直跨上台阶，推开了门。进去后，抬头第一眼便愣了一愣。小乔跪坐于对面榻上，身前那张案几端端正正地摆着一个匣子，正是那个他不准让他触碰的匣子。魏少的目光在那只匣子上停了一停，随即转回到小乔的脸上，与他四目相对。“你这是何意？”魏少顿了一顿，问道，朝小乔走了过去。小乔抬手，手指熟练地移动着9宫格锁上的9宫位置。很快，匣子里传来啪的轻微响动，那是弹锁机关被正确触发出的声音。魏少露出惊诧之色，仿佛有点不敢相信，抬起眼睛望着魏少道：“夫君，
9宫锁上的天干代表数字，排列数阵，无论纵向、横向、斜向，3个方向的数字相加，其合数皆等于15。其中以5居中，又可以变换出8种不同的换方。这并不难，只要学过筹算，便能解开。我当着你的面解锁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确实没有动过锁。倘若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，想要看里面的东西，我早就已经背着你偷偷打开了，又何须留下刮痕，让你猜疑到我头上呢？魏少立在他面前，一动也不动，也没有说一句话，但是神色慢慢的难看了起来。小乔神色却显得很淡定。我既然能解锁，夫君一定疑心我曾开过，并看过那里之物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方才在你面前，是我第一回开锁。诚然，我不否认，我之前确实好奇匣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，尤其在我随祖母去往中山国遇到了玉楼夫人之后，我更加好奇，这才有了前日机缘巧合正好看到，于是忍不住拿了出来的举动。不瞒你说，当时我还晃过几下，感觉那里是书信纸张类的东西，随后我就放了回去。魏少听到玉楼夫人从小乔口中很是自然地说了出来，眼皮子跳了一跳，神色更加难看了。方才我的话，你信或不信，全在于你，我并不强求，也不在意。而我之所以向你澄清，我没有试图撬锁，也并不是想推脱掉我在这件事情上犯下的错误。方才你愤怒而去之后，我确实反省了我自己，我的所作所为和撬这个匣子也没有本质的区别，都是无视你之前的警告，未经你的许可动了属于你的私有之物。确实是我有错在先，我再次认错，并且起誓，往后我绝对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，更不会再有半点兴趣去想里头装的是什么了。那么你当着我的面解锁，到底意欲何为？我的错我会认，不是我的错，我也不想被人栽赃冤枉，这就是我方才当着夫君之面开锁的原因。魏少沉默了，他站立，小乔端坐，他俯视着小乔，小乔却微敛双目，并未看他。二人中间不过隔了一张暗机，却都仿佛陷入了各自的某种思绪。室内只剩下了死寂。他抬脚正要朝小乔走去，小乔已经从榻上站了起来，抬眼温声道：“实在不早了，歇歇了吧。”他睡了下去，就仿佛一下睡着了，没再翻过一个身，呼吸均匀。魏少感到不宁，却不是因为来自身体上的乏，让他感到不宁的是小乔给他带来的那种不确定感。小乔不过是个女子，他魏少单臂就能将她举起，但魏少不明白的是，原本他分明就是有错的，因为他确实无视自己的吩咐，动过自己不愿让他碰的东西。但这么一番折腾下来，为什么到了此刻，魏少竟然感觉是自己做错了事？尤其自己好像不该冲他发那么大的火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小乔竟然这么轻松的就当着他的面开了锁。世家贵族出身的女子，出嫁前在家中从小多少也会接受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教育，包括简单的数算，以日后娶了夫家管家为荣，但绝不可能学到河图洛书这种的程度，至少魏少没有听说过。魏少当时说震惊也不为过，接着就是隐隐的失望。他感觉自己虽然跨进了这扇门，却仿佛结结实实地吃了一个来自小乔的闭门羹。他刚才分明感觉到了，虽然小乔再三向自己赔不是，也依旧对自己笑脸相对，温声细语，但他好像一下又变回了之前那个刚来自己家里时的乔女。魏少不是傻子，自然能感觉得到。他觉得胸口有点闷胀，他不喜欢小乔对着自己是这种样子。魏少闭着眼睛，侧耳听着枕畔传来的小乔的呼吸之声，终于忍不住朝小乔伸过去手，试探地轻轻搭在了他的腰肢上。小乔仿佛睡了过去，
一动不动的没有反应。魏少手臂再伸过去一点，直到慢慢的将小乔腰肢完全的环在了自己臂膀里，接着身体朝他靠了过去。小乔忽然翻了个身，背对他朝里睡去，仿佛只是睡梦里的一个无意翻身。魏少迟疑了下，又继续朝小乔后背贴了过去，最后将小乔完全的收到了自己胸膛里，唇贴到他的耳畔，低语道：我信你了，所确实不是你动。魏少停了一停，没见他反应，便收紧了手臂，唇也跟着落到了他后颈上，好好般的轻轻落在他的发间。他试图要将小乔翻身过来面朝自己时，小乔忽然抬起手推开他的身体。夫君，今夜我实在是乏了，容我睡一觉，可否？小乔在昏帐中睁开眼睛说道，头并未回过来。他的语气依旧很柔和，但声音听着确实低沉又乏力。魏少那只被他拿掉的手微微顿了一顿，片刻后他松开了小乔，朝外翻了个身。忽然有个亲兵模样的人朝自己跑了过来，到了他跟前抱拳，行了个军中之礼，道：君侯命我问公子一声，可有兴趣四处走走？君侯可陪公子。乔慈一愣，抬眼朝前看去，意外地看到几十步外一箭之地的路边，魏少正骑坐于马背，扭头似乎正看着自己的方向。他实在吃惊，和魏少远远地对视了一眼，见魏少神色还是那么冷淡，猜测他应当是出于礼节，这才随口叫人来问一声自己的。阿姐那日的叮嘱始终在心，她哪里会真的这么不上道，敢要魏少抽空来陪自己闲逛呢？再说了，就算真的闲逛，对着这么一个姐夫，再好的风景恐怕也成了苦差。乔慈立刻道：烦请转告姐夫，就说我多谢姐夫的美意，心领了。我知姐夫忙碌，不敢打扰，且前几日魏表哥已经带我四处逛过了。清兵记下，转身跑向魏少，到了马前向魏少禀了一声。魏少瞥了乔慈一眼，转过脸挽起缰绳纵马而去了。小乔问到他今天的去向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早上随杨凤从衙署里出来，要回魏府时，魏表哥派人找我去教场。去了才知道，原来渔阳城外有一个陆离台，专为举办军中演武所筑，每年一次，名陆离大会，不论军阶，有能力者人人可参加。内容分骑射搏击两项，骑射胜者可获陆，搏击胜者可获离，最终获得陆离的2人，不但享有极大荣耀，为众人所佩服，而且能一跃进入魏家亲军虎贲军里担任要职。阿姐，陆离大会再过些天就到了，魏表哥叫我再多留几日，到时见识一下大比武的场面。他看了我的骑射，很是夸赞，让我到时候上场去露一手。阿姐，我想上。乔慈的表情里满是跃跃欲试。昨晚的接风宴上，乔慈就感到了莫大羞辱，早上在衙署的会晤，这羞辱感更进一步。乔慈心里原本闷闷不乐，忽然得知有这样可以展露本事的机会，以他少年志气怎肯错过，回来立刻就告诉了小乔。小乔迟疑了下，阿姐，求你了，别拦我，我只参加骑射，不会出事的。你也知道，以前我在家中骑射一向就出众，连父亲都夸过我的。那你自己小心，更不能为了逞强硬出头，就当参与其中，赢不赢倒在其次。多谢阿姐。乔慈眉开眼笑。乔慈的脸被夜风一路吹下来，这会儿酒色已经散了不少，但依旧红红的。他偷偷看了眼双眉蹙着的阿姐，心里不禁惊慌起来，求救般的看向春娘。春娘劝道：女君，公子这也是初犯，再说……春娘，你出去。春娘摇了摇头，只好出去了。那种地方是你能去的吗？从前在家时我怎么教你的？你才多大，
16岁都不到，竟敢去那种地方。乔慈脸庞因为羞愧变得再次通红，嗫嚅的道：阿姐，我错了，我原本也不去的，只是魏表哥叫时，边上都是在教场里出了几日的弟兄们，一个个全都看着我。他停了下来，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小乔。小乔听了乔慈的解释，忽然仿佛有些明白了。阿弟自己应该也是不想去的，只是魏眼叫了，边上有那么多的人，他大约怕拒绝会被人嘲笑。哎呀，阿姐，你别生我气了，我保证下次我再也不敢去了。乔慈可怜巴巴地恳求着。其实阿姐也是为你的身体考虑，你如今16岁还没到。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不过一件小事罢了，何至于这么大动静？小乔转头，见前天去了范阳的魏少抬脚跨了进来，大步往里，一边走用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如此说道。乔慈见姐夫突然回来了，听他语气似乎在为自己说话，他有些惊讶，微微张着嘴。小乔一愣，随即微微蹙眉，冷冷道：我在管教我的阿弟，君侯这也要插手？魏少仿佛没有听到，径直走到乔慈面前说道：你回去吧，小事一桩罢了，下回若回来晚，记得早些带口信回来就是了。乔慈看了眼自己的姐夫，再偷偷看一眼边上沉着脸的阿姐，忽然感到后颈似有一阵凉风吹过，他缩了缩脖子，急忙低头溜了出去，抬着眼睛瞅着魏少，神色淡淡的。魏少摸了摸下巴，朝他走近道：春娘都与我说了，不过是表兄见他这几日在教场里摸爬滚打辛苦，叫他过去略微松散松散筋骨，吃了2杯酒吗？你至于大动肝火亲自过去叫人，回来了还发这么大的火？小乔注视了魏少半晌，方冷笑一声：原来君侯素日乏了，松散筋骨，也是去那种地方。同道中人，难怪开口为虎，还不让我教我自己的阿弟学好了。魏少不以为然的道：我是不大去的，只是你阿弟也不小了，日后这种场合应酬也是难免，偶尔为之怎就不学好了？且这也不算大不了的事，你未免有些小题大做。他似乎终于留意到小乔盯着自己的眼神看起来不大好，顿了一顿，停了下来。小乔淡淡的道：你当我小题大做也是无妨，我不管别人如何，别人如何我也管不了。我自己的阿弟，如今他还未成年，我是不喜他出入那种场所的。若下回再有这种事情，望夫君莫再插手。他说到别人我自己的阿弟时，一字一字语气微微加重。魏少看了他半晌，忽然朝他凑了过去些，平白似的道了一句：和你处了有些时日，我还一直道你性子温柔，头回见你发如此的火。夫君忘了我的乳名为何？父母取名总是有他缘由的。小乔淡淡一声，躲开他靠过来的那张脸。我不晓得夫君今晚回，夫君也没派人传个话些。晚饭我自己已用过了，夫君饭吃了没？若没吃，我再叫人预备。预备下去吧，还没吃。朱氏看起来倒不像是在装病，头发蓬乱，躺在那里捂着胸口哼哼唧唧，眼睛闭着，脸色确实有点白。边上是那个姜熬，小乔跪拜下去道：夫君傍晚回来，用过饭又出去了，此刻尚未归。我来的也晚了，内心不安，不知婆母如何了。朱氏不吭声，小乔便一直跪着，半晌才听朱氏冷冷道：你身子金贵，如何劳动你来服侍我？婆母言重，婆母身体不适，我身为下辈，但凡能有侍孝之处，只要婆母不嫌弃我笨，必定是不敢怠慢的。我儿呢？去了何处？
小乔道：夫君出门前未曾说与我知道，应当是去了衙署。方才听到婆母身体不适来叫，我便派人去衙署通知了。衙署离家也不远，想必夫君很快就会回来。朱氏盯着跪在地上的小乔，半晌哼道：哼，你走吧，我这里不用你服侍。小乔便朝他行了个辞拜礼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退了出去。我母亲方才可为难你了？未曾。方才你不在，婆母那边打发人叫你，说心口疼。你不在，我去了。婆母也未要我服侍，我不过站了一站，就回来了。婆母如何了？老毛病，方才睡下去了。小乔点了点头，避开他双目的注视，拿了衣裳转过身要走，肩膀却稍稍一沉。小乔停下脚步，见他抬起手搭在了上头，人也朝自己迈了一步过来，两人的距离一下子就贴近了。我母亲如今性子比起从前越发不好相与了。我若不在家，她给了你委屈受，你多担待些。小乔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：夫君放心，我有数的。亥时末，这个一天终于得以结束。小乔熄灯后躺了下去，将身子蜷缩成一团。没一会儿，魏少果然又朝他靠了过来，一只手也探进了他的衣裳里。小乔闭着眼睛道：今日别碰我了，我身上不干净。魏少微微一愣，手终于慢慢地从小乔身上抽离。帐帷里的光线昏暗，但不难看出小乔的身子弓了起来，叫他感觉和往常有些不同。你身子可有不适？没有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怎会？方才说了，只是月事来，故不能侍奉夫君了。魏少有些接受不了小乔对自己这样，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，所以第二天趁小乔还睡着，早早就起身走了。魏少这一跑就是3天，这3天过得还挺慢，终于过去了。他觉得小乔就算有再大的火气也该消了。魏少没有想到的是，小乔竟然还是原来的样子，看着对自己服侍周到，挑不出什么错处。其实从一进门开始，魏少就立马感觉到小乔对自己扑面而来的冷淡，尤其是竟然当着乔慈的面把自己的话给顶了回去。对此，魏少感到很不快，并且十分的困惑。魏少躺在床上，心里那股子气闷却越来越重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慢慢坐了起来，掀开帐子下地后，套上件衣服就往外去了。魏少正双手负于身后，对着天上半轮明月在出神，扭头见是春娘。春娘压下心里忐忑，试探着轻声问道：如此深夜，南君怎还不回房歇息？魏少吐出胸口一阵闷气，淡淡道：房里闷，出来透口气。春娘见他神色不悦，也不敢再多问什么了，朝他躬了躬身便往回去。走了几步，听到身后魏少道：我有话问你。春娘急忙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见君侯朝自己走了几步过来，停下又不说话。君侯想问什么，尽管开口，必无所不告。他今日身子可有不适？方才我问他，他也不跟我说。女君今日来了月事，身子确实不舒适，若有顶撞了君侯的地方，还请君侯多多担待。魏少沉默不语。春娘见他似乎不像是在生气的样子，心想既然开了口，索性借着机会再多说几句，便上去了一步，又低声道：君侯有所不知，我家女君身子一向娇弱，从前在东郡时，每逢来了月事，便腹痛难忍，抱肚下不了地也是常有的事。如今这大半年倒是好了些，只每回来的时候，难免还是腰酸腹胀，
原本应当卧床休息为宜。今日女君得知了小公子之事，自己赶了过去，回来必见他乏了，待要歇下去。夫人那边又来传唤，女君听闻夫人心口疼痛，不敢怠慢，当即就过去了。春娘说着停了下来。魏少见她停了，微微皱了皱眉。怎么不说下去了？春娘望了他一眼，低声道：下面的必就不好说了。魏少哼了声，哼，说。春娘应了声，吞吞吐吐的道：是，必陪着女君去了夫人那里，路上女君都要我搀着胳膊的。到了夫人跟前，夫人有些不喜女君，女君便跪了许久才起身。必见女君爬起来时很是吃力，有心想上去扶一把的，又恐给女君招来不适，也不敢。后来出来了，必陪女君回房，见她十分疲倦，很是心疼，就劝她早些歇下去。只是南君您那会儿还没回房，女君不肯自己先歇，硬要坐在那里等着南君。春娘还没说完，面前人影一晃，见魏少已经抬脚从自己身边经过，匆匆往正房方向而去。这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，小乔感觉到魏少重新躺了下来，那条胳膊又伸了过来，搂住了他的腰，移到他的肚子上，掌心贴着，轻轻的抚揉。被魏少这么一折腾，小乔刚才的那点困意早就没了。他人本来就不舒服，都这样了，见魏少还不放过，心里又起了烦躁。他捉住魏少的手腕，正要拒绝，听到魏少在自己耳畔低声道：你人不舒服，我回来时怎么不和我说？还强行撑着伺候我吃饭，我又不是非要你伺候不可的。小乔一怔，魏少说完便沉默了下去，只那只手掌在小乔的小腹上继续轻轻抚揉着。很难受吗？小乔有些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。好多了，你自己睡吧。魏少将他往自己的怀里拢了拢，让他完全的和自己贴靠在了一起。往后要是身子哪里不舒服，不许瞒我。你不说，我又怎知道？昏暗中，他的语气仿佛带了点不高兴的味道。小乔咬了咬唇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阿弟，你看。乔慈抱起地上之物，朝他飞快走了过来。小乔这才看见乔慈怀里抱了一只幼猫。哪儿来的？姐夫拿来的，说这东西刚生出来就被丢在路上没人要，姐夫正好遇见了，怪可怜的，捡了让我带来交给阿杰养。小乔一听就知是鬼话。小乔见乔慈递过来给自己，忍不住就接了过来，抱在怀里。夏夜漫长无事，小乔拨亮烛火坐下，继续抄着经文。抄了才没几行，听到外头脚步声起。小乔回头见魏少已经回了，正要放下笔起身去迎他。魏少自己已经到了他身后，探头过来看了一眼，赞道：果然好字。小乔莞尔，放下了笔，起身转向他。魏少像是忽然想了起来，左右张望了下。今日我捡回来的那只猫，你可还喜欢？小乔见他一本正经地强调捡来的猫，心里忍不住觉得有点好笑，脸上却憋住。魏少说要去看，小乔便带他到外间临时安放了猫窝的那个角落，猫咪全在窝里正在睡觉。魏少刚一进去，立刻打了个喷嚏。他到了猫窝前，盯着猫咪看了片刻，终于伸出一只手碰了碰猫咪的脊背，点头道：你喜欢就好，我不在家时，他陪你玩耍。话还没说完，又打了个喷嚏。小乔这下是看出来了，
魏少大概是过敏体质，他自己却还浑然未觉，接连打了2个喷嚏，感到有点困惑，揉了揉鼻子。小乔忙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别碰他了，赶紧走吧。”魏少被他推了出去。小乔让仆妇进来服侍他入狱，想了想，只好先将猫窝搬到了春娘的房里。夫君何事？魏少嚷道。痒。小乔一愣，走了进去，靠近些看了一眼，见魏少胳膊肩膀的皮肤上竟又起了一些红色的针头似的印记。魏少不住地嚷着痒，小乔急忙制止他抓，叫他出来先穿上衣服，自己管春娘讨了止痒的药膏，回来让他躺下。魏少老老实实地躺了下去，看着小乔给自己擦药膏。小乔坐在边上，一边抹药膏一边说道：“你和猫冲撞，家里是不能养它了，你哪里买来的？若能还，明日还回去吧。”只要你喜欢，我养死了也没关系。小乔心里冲他翻了个白眼儿，哼了声：“我可没那么大的脸面，为了养只猫，让君侯每天不得安宁。”小乔话还没说完，手被魏少拽了一下，人就扑到了他的胸膛上。魏少一把揽住他，翻了个身就将他压在了枕上。魏少扶到小乔耳边，吹气似的道：“今晚可以了吗？我都好几个晚上没碰你。”